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这一期不要再喊我妈妈了哦。这期为什么大家做这个？对，因为就是妈妈，然后又是牛的声音，牛来。对，最近有一个奇妙的现象在中国发生了，就是牛来。我们今天聊聊牛来。牛来是一部电影啊，是特别粗制滥造的一部电影啊。就是这里面的话，我自己都可以画出来。就是我跟大家开玩笑的时候，我几笔我就可以画出来这个动画片里的这个画的比电影的还好，还有精致。而且这个有人把这部电影描述成暑假大烂片。我本来对牛来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你们喊我妈妈，那时候我没喊你妈妈。上一期你们突然喊的妈妈，然后我就想说见鬼了是怎样，然后你们又说了牛来，就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上网去查，然后我觉得是怎么啦？这个我后来真的上网看了那部片然后1个半小时的牛来电影，我真的你看完了？你怎么看？有盗摄的吗？是什么？有，我都不敢看全部的，我都是看那个精华，我都是看了一些小片段。我其实看前5分钟我就看不下去了，但是我还是忍痛把它看完。就是你是2倍速看的吗？还是没有，我是扎扎实实的把它看完。然后前5分钟都是一只鸟在暴风雨里面飞，然后我想说，怎么你们是疯了吗？为什么这种东西票房会是第1名？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赢过蜘蛛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全部看完，这个疑惑不但没有消除，疑惑更深了。所以到底很好理解，就是首先这个电影很粗糙，对吧？特别相当粗糙。非常粗糙，他的草还写个草字，草还有写个草。对啊，就是那个巧克力，你知道如果它出了一个屎味的巧克力，你肯定会好奇，你想尝一尝屎味是什么样子的，是吗？你不会吗？不会，但大部分人都有这个屎味，但是大家都有猎奇的心理啊，就是想要知道它是屎味的，但是大家还是忍不住就是猎奇尝一尝啊，原来是这个味道啊！我是觉得所以是一种猎奇的心理因为这个电影就是如果它是没有那么粗糙，就是普通的儿童电影，我觉得没有人去看，没有人会看。对，但这个电影它就是那么烂，然后还因为这个电影火了一个词叫手搓。就手搓什么意思？现在很多东西都是 AI 的，或者自己手搓出来的产品，自己做，就从零开始，你一点一点那个搓出来一个东西，但是你跟 AI 比，肯定就没有 AI 做的那么，AI 也挺粗糙，但是至少它有一点点那个让你质感，对，就是这个手搓的是一点质感都没有啊，所以大家去了都是。主要是为了这个氛围吧，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人，你旁边的人都是来吐槽、来嘲笑这个电影的，所以我觉得看的是氛围，不是看的那个电影。对，有点像一种网络狂欢一样，这种感觉真的是，因为它其实我是觉得是在年轻人中间掀起来的这种风暴，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最早牛来才出现的时候。因为我小红书偶尔现在也会动不动就刷一刷。最早出现小牛来这个画面的时候，一开始很多人抱的心理是觉得这种片为什么能上映，一开始还是去挖它的背景，会觉得这种片是不是有些什么官方的背景啊，或者是洗钱啊，或者是赚了一些比如说一些奖项啊，反正就是莫名其妙有很多东西都被挖。大家是一开始抱着这种心理，后面突然1-2天之后这个风向变了，小红书上这个推荐的牛来的画面越来越多，我当时就很好奇了，这为什么？但是好像就是因为大部分电影它都是不允许在电影院去盗摄的，因为你这是触犯法律的，对吧？但是牛来没有关系，鼓励你，鼓励你，也不只是鼓励，我觉得因为牛来它本来就是这个豆瓣下面不是只有2个人制作，就是母子档。
一个妈妈一个儿子，对，是的，他儿子好像是他土木工程系毕业的还是怎么样，对吧？哇，那查叔你现在连导演名你都可以，他可以说他跟他妈妈手搓了5年搓出来的嘛，然后他妈妈还唱片尾曲啊，对，他妈妈唱片尾曲。对啊，上周茶叔还说什么是牛来，这周已经你连这个故事背景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更熟悉了，因为首先第一个我已经看过全部的电影了，第二个就是我知道它第9天的票房才7000多块人民币而已。到了第15天，到了几千万了呀，5千万吧，5千万还是6000万？我看看，对，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就一般电影卖不到这么高的票房的啊。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比较两极化的言论你们评评理，就是说第一个言论就是很多人去看牛来是因为想要鼓励这对母子，就是他们花了这么多钱，花了5年的时间，所谓这么多钱是他们自己的积蓄之类的这种，然后母子俩努力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虽然作品很粗糙，但是这份毅力、这份勇气值得我们去电影院看。你觉得这种？对，我和笨叔已经觉得这个是完全吗？我觉得这种人应该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同情而去看电影，这个太少了。不然的话，那你就很多导演他们都卖惨，然后会被骂死。现在电影太多，对，这绝对不是这个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因素就是审丑，就是审丑心理，你的审美审丑，大家突然觉得有这么一个粗糙的东西，竟然还进电影院了。首先是一个猎奇的心理，很多人去看了，看完之后拍摄出来，大家会觉得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东西，自己也想去尝试看一看。而且它其实主要是慢慢就形成一个风潮，甚至当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只有几家电影院有，很多年轻人是驱车几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的。他们就会忘了看，而且后面有一些电影院出来的画面，就是大家你会看那个倒摄那个场景，就听到底下笑声一片。对，很多人会觉得那个是不是很好玩，或者是有这种群体现象吧，就是从众心理，就是慢慢，我就把它卷起来了，这种感觉。灿叔，你说你家有孩子，你宁可看蜘蛛侠2遍，你都不去支持一下牛来？那么烂的，我为什么要去支持？我是支持侠士，千万不要带瑶瑶去看，瑶瑶会对国内的电影市场感到失望。对，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声音，我是确实也看到了，就是这是一方面。另外有些人是正儿八经开始分析这个电影，有人哭啊，有人真的就是在电影院看哭了。对，你说，就是你说，我就是要告诉你们第二个观点，你们评评理。第二个观点就是有人看完牛来之后哭了，感动，就是泪如雨下，然后他们说他们觉得牛来这部电影就是真诚。现在在电影市场找不到真诚的电影了，但是他们在牛来这部电影上找到了真诚。还有牛来跟鲍拉的感情很真挚。所以这个我不懂啊，就是因为我没有看，所以他们有什么感情啊？鲍拉是牛来在野外遇到一个小豹，那个豹长得太丑了，这只丑小豹，他的妈妈就死了，所以没有人喂他喝奶，所以牛来就拜托牛来就拜托牛妈妈给他救他。那牛妈妈因为儿子这么善良，他就帮助了鲍拉，所以鲍拉就跟牛来成为好朋友。那后来的电影这个名字挺洋气啊，鲍拉就是只豹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因为牛群就是受到了狼群的攻击，然后被鲍拉救了，所以鲍拉在这个情节中就是一个牛来的好朋友这样的角色。然后所以讲的好像我很懂这部电影。然后有人会哭，就会觉得这个牛妈妈可能死了，对吧？我记得最后好像后来死了，那就是这个母爱，牛妈妈的母爱然后因为牛来刚出生，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但是牛妈妈愿意停下来的。对，这个也是吐槽的槽点吧，就是牛都跟人一样站起来走路。
一开始站不起来，结果都用2只脚走路，这个太好笑。然后就是所以很多人觉得母爱然后友情，再来就是这个很真诚的一部电影，所以大家深受感动。所以你们觉得大家会因为这样去看电影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刷到过有一个，我关注的有一个类似于影评人，但是他是用漫画的形式在评论各种电影，包括评论什么诺兰的他们的电影，还有等等周星驰的电影等等，他也评论了一下这个，他之前画的都很精致，你知道吗？画的可好了。等到出牛来那一期的时候，画的特别糙，人模仿那个风格，但是他在说的就是其实就从他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什么借他人笔墨教胸中快垒那种感觉，就其实他们都是通过这一个入口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心里的想法。对对对，他觉得其实现在中国市场的很多动画电影或者甚至是一些真人电影，它其实不是那么真诚，不真诚的层面不是体现在感情上，而是对这个电影技巧上不够真诚。不是说你像牛来的话，它其实它的所有的这个三幕剧，然后节奏节拍等等，它是非常符合教科书般的那种节奏的，就是它是真的很认真在做这些事情，就是真的为了观众，他会设计各种节点等等。当然，他道理还是正能量的，还是对，就是他最终没有达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可能说他的能力问题啊等等，但是他的出发点是非常的真诚的。可以是这样说，就是他们的感觉好像是现在很多电影它不够真诚，哗众取宠的太多了，莫名其妙的太多了。但这个其实这个牛来爆火到让我想起有一个事情，因为中国电影最近几年老被唱衰，你知道吗？就觉得没人去看电影啦，大家现在都看流媒体啦，都什么看用手机看，在家里看，谁还去电影院？但是很奇怪的就是牛来这种片子竟然票房可以这么高，因为前一阵子上映了一个电影叫做《真洛阳》还是什么的，它是一个动画片吗？动画片，对，就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动画公司，它去年还是几年前出了一个讲那个长安3万里，讲李白的，当时特别火的。它算一个中国顶级的这么一个动画片公司，所以它出了一个就是三国系列这么一个动画片，算是第一部。第一部就是讲曹操和袁绍那一段时期的，它制作非常的精良，但是到后期它票房非常的乏力，就没多少人去看。我没去看，我没有多大的兴趣。那你怎么不看呢？我为什么要去看？我觉得没有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真的也投入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大家会发现没人去看，很多人会觉得啊，可能现在整体电影市场不行了，没人去看了。但其实真正的就是说，你不管是牛来是踩中了哪个点，就是说明中国的观众还是愿意去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掏钱去。而且最近这个蜘蛛侠票房在中国也非常的高。中国市场肯定是全球第2大市场了。那之前大家也说漫威电影已经过气了，没人会看的，超级英雄是演的什么玩意儿？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好电影，因为这个好电影我和灿嫂在我们的频道也聊过，就是它是我们觉得是整个4部里面最真诚的一部，它是真正。如果你不看前3部，你能看懂第4部吗？可以看，完全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就你可以去看，推荐你去看，就真的很好看。就是他，我是觉得其实他走进人的内心了，走进蜘蛛侠这个内心了。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可能牛来也走进人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其实也没有所谓市场有那么差。其实关键还是没有，就是很多真正真诚的好的作品其实是没有出来。有些没有赚到好票房呢，就是你做的其实没有打动当下的观众，你可能有自嗨的成分，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可是我觉得我有一部分不太认同，就是说所谓真诚，我一直觉得牛来并不是因为真诚。有，但是可能只有5%。对对，这个片子它是很另类的，对，当然，对，因为我觉得像刚刚灿叔说的，花了很多的钱成本去拍三国的电影，难道他不真诚吗？他也很真诚啊，他想要把历史表述出来，而且是中华文化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那难道他不真诚？对，这个真诚这个词有问题，其实不是真诚。对，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这样子
其实可能某种程度它反而是真诚，因为他花了很多心力跟钱，所以我觉得牛来可能会有一种副作用，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是吗？良币的一个影响，因为很多导演或制片商会觉得说，那我那么努力干嘛？不是，我觉得其实对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整体这个电影市场啊，就是很多人其实还是习惯闭门造车、闭门造车，我这个发音好像都可以，对吧？就是为什么三国的电影它其实不火，就是因为其实动画片按道理应该是在全球电影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因为它非常容易切入全家观影这么一个入口，因为爸爸妈妈带孩子去看，你像迪士尼的皮克斯的电影都是全家一起去看，它票房可以拉得很高。三国它采用了动画片这个形式，但是里面其实挺血腥的，就是说这些题材也并不是特别适合孩子们去看，它其实就是未必一定要采用动画片的形式去制作这个动画片。还有前一段时间就是中国冯小刚，你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很有名的一个导演，他拍了一部类似于就是解放战争之后有个类似于特务的这么一个电影，他其实这个电影其实按道理也算很真诚，制作的也算很精良，但是它不符合当下年轻观众的需求。就是现在的电影它其实没有很好的票房，是因为你没找准你的受众是谁，你觉得自己以为自己制作的很精良，但是你的受众可能非常的窄。比如说三国它只能吸引那些很喜欢三国的这些人，历史迷，对，这样很少。你要这些历史迷，除非他们也是家长愿意带孩子也去看，他们的女朋友也愿意看，票房才能拉起来。不然的话，你只有历史迷，他其实是非常窄的人，而且很多历史迷他是不愿意进电影院去专门去看这些东西的。我看书就行，我看你这个干什么？对吧？对。所以还是他们没有着这些，就是从事电影行业的人，他们其实有时候有点闭门造车，没有真正看清楚。牛来的话，其实也是切入有一部分年轻观众，他就是这种猎奇的心理，我是觉得。牛来就像灿叔说的啦，其实它好消化，好消化，非常好消化。然后没有负担，你看完了什么都不用记得。我觉得因为现代人就是要速食文化，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越不用动脑，不用思考越好。对，所以茶叔，你去电影院现在有这种漫威的大片蜘蛛侠，有牛来，还有这个港片，对吧？现在有港片，就是这种好像黑社会的这种枪战的这种警察卧底的这种，然后还有那个少林女卒，少林女卒搞笑的恶搞片啊，还有就是那个这个大片嘛，诺兰的大片，这个希腊神话的奥德赛，你会为哪一个电影买票？你会去看哪一部？我肯定是买蜘蛛侠，在台湾叫蜘蛛人啊，我一定会先买蜘蛛人啊。为什么？因为我对这个当然是个人题材，我个人喜欢超级英雄，他一直很喜欢超级英雄啊，我一直很喜欢超级英雄，所以而且我已经看过蜘蛛侠前面的系列，我肯定想要知道续集怎么演，而且看完我很满意，就是如果我的选择这么多，我选了蜘蛛侠，我真的会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啊，对，那牛来肯定是我最不可能会看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从众的，人。大家这样子，我觉得牛来的票房是从众效应引发的。那我身边朋友都看，我怎么可以不看？所以他就去看了，他去看了又引发更多人去看，所以我觉得是一种从众心理，一种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大家都想不落人后，都要知道，我要知道情节是什么，我也要笑一笑。对，那我觉得我不会是这种人，所以我对牛来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我有看牛来的原因是，我上课要用我现在上课都怎么结合牛来？没有，因为我上课有时候会跟学生聊中国的时事所以这个我就把这个现象，像昨天小鲜肉我也聊牛来。那学生们就其实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有学生像宋平就觉得他是属于那种牛来是真诚的电影，所以他觉得很好。那有另外一个学生就说没有，那是因为大家朋友
就是你拉我拉你，大家去看的才有那么多的票房，所以每个人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会看牛来，是因为我上课想要用这个题材来上课，因为是跟中国相关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个现象真的。我觉得外国人看到这个现象也会觉得很奇妙吧。这个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觉得这个牛来这个东西真的很本土的一个话题，但是竟然在这个 ins 上，在海外社交媒体这么火。就昨天我给一个初学者上课，零基础的。然后我们在学这个词牛奶，然后他就说，哎，这个牛是不是那个牛来的牛？然后我说你怎么连牛来都知道？他说现在在互联网上多火呀，然后就到处都是那个牛来，就是我不懂，就是他们看不到，然后就这个话题为什么在西方也讨论度这么高？这个话题在西方的电影界已经引起话题了，因为在一个这么低成本、这么少的研发这个专业团队，就是2个人，这样的团队，然后可以创造出这样的票房，他们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开始研究。还有可能你们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所有上映这个牛来电影的电影院，他们都有牛来海报，而且都是自己手画的，自己手绘的。对，自己手绘的耶，所以就是你有看过哪一部电影是自己手绘的海报吗？这个我们叫自来水，自来水就是自己主动的去帮助宣传、去推广，对，自来水。然后我们之前聊过那个，就是那个玩偶，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去了？拉布布，对不对？现在还有牛来的那种毛绒，已经盗版的这个毛绒玩具已经遍天飞很多，还有钥匙圈还有这个就是牛来的周边已经出来了，而且很抢手，所以外国人就会觉得，中国怎么了？就它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现象了。最主要是牛来，因为现在 AI 就是制作电影很方便嘛。牛来之后还有马来，还有驴来，什么来各种来的猫来，对，除了这个，就是现在的基本上在上映的大片都被恶搞了，就是比如说《奥德赛》之类的，对，全部都改成牛的头，对呀，牛来头，它也变成一种文化狂欢了。我是觉得已经变成一个全民的这个狂欢的运动，是这个感觉。但是这肯定是短暂的现象，肯定很短暂了，肯定是这可能1-2个月话题过了也就没人讨论了，因为它的品质本身就在那里摆着，它是不可能引起人们，比如说我还愿意反复的回去再看它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就是觉得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如果在西方火，如果只是在汉语学习者这个圈子里火，我同意。但是感觉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不学中文的人也去参与这个讨论，虽然他们都对啊，太奇特了，没接触过，太奇特了。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点，中国人喜欢凑热闹嘛。对，也是凑热闹。你们有个车祸在那里，大家都在看，我当然也要去看。就凑热闹。全世界人民都爱凑热闹，这怎么回事？中国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对呀，会很好奇。还有，我觉得它很讨巧，就是因为中文里边我们有股票嘛，股票市场嘛，对，然后有牛市，对啊，因为这几年一直股票赔钱嘛，就不太好，对啊，所以大家都有取一些吉祥的那种寓意在里面。对，就大家觉得看完了之后，就是牛市就来了。它这个名字也很好，就是牛市来。对，但是这个当然对中国人有这种比较好的意思在但是我一点都不意外，像刚刚Ben叔说的，为什么那个连基础汉语水平比较基础的学生都知道牛来？就跟汉语没有关系的人，就跟中国没有关系的人也讨论，我看，对，但是我觉得牛来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学习汉语的学生在讨论它？因为牛来它因为太真诚了，太简单了，步调太慢了，以至于学生爱它。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中文很慢，然后又是这种很基础的中文，所以学生完全可以通过牛来学1个小时半的中文，然后又很具有娱乐性。所以我觉得我有很多学生喜欢牛来，就是因为他边看这个风潮边学中文，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些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词汇了。有冷笑话，比如那个牛来在路上走路，走着走着突然被一个东西绊倒了啊，然后然后他拿起那个东西说：“妈妈妈妈，你看我被绊倒了。”然后妈妈说：“你肯定会被绊倒，因为这是一个半导体。”什么玩意太冷了。对，这个就是牛来里边的一个梗啊，你被一个半导体绊倒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可能牛来是一个学习汉语的材料吧，因为它的语速还有它的用语其实蛮适合学习的。对，所以这个牛来现象，我觉得倒是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短暂的东西了，过了就没有人讨论了。好，那我们这一期就是跟大家聊一聊牛来的现象哦。因为为什么要聊这一期呢？现在牛来太火了，只要有牛来的这个封面的视频都会火，点击都会爆。我们为了爆款啊，只好来聊一聊它了哦。不过我们也聊了蛮多现象的了哦。对呀，对。那不管各位同学你们支持哪一种现象，你是真诚派的，还是你觉得是从众派的，还是你觉得是真的是很尊重这对母子努力5年心血的这种支持派的，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这个世界无奇不有，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所以我们就继续惊讶这世界还会发生什么疯狂的事情。说不定大叔中文的订阅突然爆到100万，也不要惊讶哦。我们就书来，我们改名叫书来中文怎么样？书来中文，然后还要我们一开始就不要喊大叔中文，就喊妈妈。书就是书来中文，神丑心理叔叔。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头改成牛来的头。对，我们就猎奇风啊。好的，那这一期希望大家喜欢，还不晓得牛来这个新梗的同学们，你们也学到新知识了哦。好，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